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，没有点冒的精神，没有一股气一股劲儿，就干不出新的事业。不冒风险，办什么事情都有100%的把握，谁敢说这样的话？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吧。只要能为东海引进先进的技术，不拘形势，大胆尝试。我们希望会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，走上健康发展的快车。货品的多样性嘛，一定要考虑的周到，别让市民感觉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在合作形式上，还可以更加灵活。Here'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onghai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.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。小辉，来，我给他盖上点来。路上小心点儿，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，妈妈，我走了啊。哎。怎么啦？想弄宝啦？哎呦，快擦擦。这回啊，委屈了小辉了。要是平平还在的话，老头子，我可得说你了啊！咱现在的任务，就是得保护好自己，不能生病，不能胡思乱想，啊！咱不能再给儿子添麻烦了，记住了没？小野啊，都长这么高了，谁家人？姑父好。好，好。这么大个子还哭鼻子呢，羞不羞？小野，快点。姑父丢人了。给人用袖子开鼻涕，老师会骂的。行。真行。皮着呢，3天不打上房歇会儿。你舍得呀？下得去手啊？是不是？好了，小野，去玩吧。慢点哈，别碰着。大哥，这个是爸妈给你的，有吃的有衣服，
不缺，我什么都不缺。啊，那我拿走了去。那哪行啊？坐吧。本来准备见了面，先骂你一顿。我怎么了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不告诉我。没什么事儿，别瞎操心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会把孩子带过来？你不就想着咱俩能看着，心里能甜一点吗？你已经够不容易了，不想再让你难受。你们家人一个样，出了事儿先想着别人，委屈自己扛。真没事儿，能把合资谈成，挺满足的。我这人嘴笨，不会安慰人。你安慰得很好。要是你姐在就好，她在，你能哭出来。小辉，别灰心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到这里边，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吗？那时候我刚进来，心里头还有一些怨气，你就告诉我，别灰心，要相信组织，相信党，相信国家。我记得。这些话，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在反省。这些都是我写的检查。从79年我当上副书记，一直到我进到这里边来，10多年的事情我全都记在这上边。我为集体立过功，我做过好事，也犯过很多错。我不找借口，有错我就认。算是反省和自我批评，这些个东西我一共写了2份，有一份刚写出来我就交给了上级，还有一份我就带在身边，时不常的我就看一看，给自己敲敲警钟。我跟监狱请示过了，他们批准了我才拿进来的。好，那我回去慢慢看。大哥，你做得很对。只要努力了，就不会白白付出。确实，不会白白付出。上面的人找过我了，减刑的事儿，组织上已经批了。顺利的话，最近我就能出去了。是吗？他们说，一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些功劳，二是因为我反省错误的态度端正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大哥。小辉，你说的对，只要我们做的那些事儿对得起良心，对得起集体，组织上都会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我相信你。小辉，别灰心，你本事大，做人正，只要你心里那股气还在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你都能站起来。你等我出去，咱俩一起重新再来，干出一番事业。好。
徐去过部里了。进屋说吧。处理结果出来了，还在化工系统内部，正式文件过几天就会下发到东海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服从组织安排，会把新工作搞好的。这话有点言不由衷啊。老徐，这个安排是你帮我争取的，对吗？不只是我一个人，你们系统里的很多领导，包括小拉，都为你说过话。小拉虽然很多事情上和你有分歧，但他还是很欣赏你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想来想去，我只能说，如果再重来一次，恐怕结果还是一样。小宋，批评的话我还是要说，你这次的错误从明处看，是因为使用了不规范的谈判手段，但是往深里讲，你这几年的问题是过分追求结果，做人做事只顾向前，没有注意到团结同志。这一点沈书记也提醒过我，我已经很注意了。我知道自己年轻不容易服众，所以平时做事挺谨慎的，不属于我职权范畴的工作基本上不去插手。但我毕竟是东海的常务副厂长，有很多事情只能我来拍板。团结同志这4个字，说起来抽象，但要落实在具体工作当中，却是一桩桩看似琐碎的小事。以你和老马的关系为例，工厂的日常工作，你有没有经常和他沟通？合资谈判的动向，有没有及时的向他汇报？你对外方的策略，包括暴露谈判内容这种行为，有没有想过事先跟他通个气儿？老马还是1把手，尚且是这种待遇，那几个和你平级的副厂长那就不用说了。想想你以前是怎么对待老水的，你对待现在的同事，可远没有当初的那份尊重啊。老徐，我不是为自己辩护，但有一点我必须澄清，我尊敬水书记，把他当师傅，不是因为他坐在荆州1把手的位置，而是因为他有眼光有魄力，能为企业的发展谋利益。83年引进设备，他敢和我一起到北京来面对专家的质询。换做老马，他敢吗？有些事情我不和老马沟通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老马这个人做事一味求稳，过于保守。如果凡事先考虑风险，只在安全线以内做事，确实不容易犯错误，但是一定会牺牲掉结果和效率。所以你就把事情都扛下来，风险也一个人担，对吗？小宋，我们认识有10年了。当初通过东宝推荐，我把你介绍到荆州厂，就是因为看中你身上的锐气和闯劲儿。10年了，这些锐气和闯劲儿还在，这一点难能可贵。这些年你走得很快，一方面是你能力不错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水、小拉这样理解你、支持你的领导。但是你要清楚，不是每一个领导和同事都能无条件的理解你、支持你。如何更好的协同各种人，让不同的意见达成一致，这是你以后要着重思考的问题。我们常说，
面对复杂的局面，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。这个复杂局面，不仅是指外部形势，还包括班子内部的团结。作为企业的领导，专业的精进固然重要，可是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各种专长的人配搭在一起，劲儿往一块儿使，推动整体的组织进步，这才是团结统治的真正意义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这次调动，也是组织上对你的锻炼和保护。我明白了。老徐，我会好好思考你说的这些话。小宋，我相信你。就如同我们国家的改革，摸着石头过河，难免会遇到挫折。但只要从挫折中吸取教训，前面的道路一定会是光明的。我找到梁代表，是找你有事儿。梁代表，谈判小组的同志都已经到会场了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到那边说吧。我今天不是来谈判的。你好，我是梁思申女士的律师，这是我代表她向贵厂发出的律师函。啊，你先去忙吧。啊。近期东海厂的人事发生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化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变化和梁女士密切相关，同时严重的损害了她的名誉。梁女士已经将抗议书递交给了相关外事部门，我方希望东海方面引起重视，并拿出最大的决心来解决问题，否则我方将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梁代表，这件事情恐怕还有一些误会。在谈判过程当中，更换负责人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是经过我们上级领导决定的。宋运辉同志因为个人家庭原因，不得不暂时离开了谈判队伍。他本人对这个调整也是全力支持的。而且我要重申，我们东海和洛达的合作初衷是没有任何变化的。马厂长应该知道，宋厂长的离开和我的名誉受损有直接关系。梁代表一定要这样说，那我就再强调一下，最近宋运辉同志是被暂停了副厂长的工作，但是我保证，这和梁代表没有任何关系。据我所知，举报宋厂长的信上多次出现我的名字和职务，而宋厂长最初被调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在这件事情妥善解决之前，我本人将无限期退出谈判。至于法律相关的问题，由我的律师全权负责。梁理解。你在外面等我一下。梁姐，你们提出的增资要求，是我们东海的宋运辉同志费尽了心血才完成的。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们双方所有人的努力。那马厂长的意思是在挽留我？那好，但是我有3个要求。第一，查出污蔑我名誉的人，我保留使用法律手段追诉的权利。第二，公开对我本人以及受到污蔑事件影响的所有相关人员进行道歉。第三，让原本负责合资谈判的人回到谈判桌上。梁安姐，这是洛达公司提出的要求，还是你个人的行为啊？我只能说，目前这个阶段，洛达与我本人会保持行动上的一致，并且，洛达方面让我告知马厂长，在我离开以后，
他们会暂时搁置谈判。至于这个搁置的时间具体有多长，还要取决于东海方面的行动。我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谈目前最重要的事。但是我时间不多了，一会儿还要赶火车。你跟我来。你先等我一下。你有什么话，就现在说吧。梁思申，我一直以为你可以分清公事和私事。那真是对不起了，让你失望了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，只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只要问心无愧，就可以坦然接受所有的不公平。这是我新的任命书。我只是调换了一个工作岗位，但还是在化工业内部工作。彭阳农药厂。是。那这个厂在规模、技术水平和产值上跟东海比？它是一个县级企业。那这不是下放是什么？这是组织上在尽力保护我。这件事情的起因，就是因为有人污蔑我的名誉。我要让我爷爷给我北京的大伯打电话，不仅要把你调回来，还让你重新回到谈判桌上，未来再去负责合资厂的管理。你不能这么做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你劝我留下来，不是也是为了合资成功吗？你我的诉求是一样的。因为你这么做了，不仅我回不来，就连东海和洛达的合作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。你这是危言耸听。东海是你推荐给吉恩的，可以说你是东海信誉的担保人。现在你要求退出谈判，吉恩会怎么看待东海？又会怎么看待这次合作？他已经2次提高价码，下一步，无论他是继续加码还是终止谈判，都是在将合作推向失败的深渊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宋老师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调回来，就算吉恩不说，我也不打算和东海继续合作。东海引进麦资，是我们化工行业一次全新的尝试，它的意义远比我个人的命运更加重要。没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东海比你的命运更重要，所有的人都对你的命运漠不关心，除了我。我当初选择东海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称职、敬业、有国际视野和长远规划的负责人。可是你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现在你走了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投资？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，可你来中国投资，难道是为了我吗？那天你在晚宴上可不是这么说的。
宋老师，有些话我在东海第一天见你的时候就想跟你说，但是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。我11岁的时候就认识你，我刚去美国的那几年，一遇到问题，就立刻写信或者打电话给你求教。那个时候你帮助了我很多，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后来你越来越忙，我也长大了，遇到问题也不能立马的向你求教。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，如果是宋老师，他会怎么去解决这些难题？可以说，你就是我的偶像。这些年我最清晰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人，并且超越你。但是今天，我的这个偶像逃掉了。我不希望未来的自己像你今天这样，遇到问题就逆来顺受。在这个形势下，就算接着谈判又怎么样呢？你让我踩在你的尸体上开庆功宴吗？我做不到。小慧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去杨勋家看看吧，他妈想见你。怎么了？他妈手术失败了，可能没有多少日子了。我知道你最近事情多，还是抽空去看一下吧。也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我去。市场离不开人，先回去了。我上次见到杨巡的时候，他的状态就很消沉，没想到是因为这个。我想去看看他。应该的。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。杨巡的家乡也是我的故乡。我想把我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你，或许那样可以说服你留下来。
小辉哥来看你了。小辉，杨主任，哎，您躺着，躺着。妈，这位是梁小姐，我和小辉哥的朋友。阿姨好。你好。大老远的过来，让你们受累了。没事，应该的。走。小辉，知道你忙，让你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可有些事情要交代，你在呢，我更安心。杨主任，这事儿你应该让杨勋早点告诉我的。不晚，见着了就不晚。老大，哎，你也坐过来。杨勋他爸走得早，那时候家里困难，这些都是帮过我们的乡亲。81年，你去东北，路费是借的，从东北到荆州做生意的本钱，也是跟乡亲们借的。钱都还上了，可清风还在。以后人家要是有事麻烦咱们，你可不能推辞。妈，我知道。这几年做生意，借了还，还了又借。咱们家欠了多少人情，你心里要有数啊。这些人情我都记得，会还的。啊，小辉，这些事情，杨勋要是忘记了，你提醒他。钱上的事还好说，可这人情债不易还。杨勋懂事着呢，他不会忘的。老二今年满24了，结婚的钱我都给他留好了，有3000多，该是够了。实在不够，你帮着点。你这是说什么呢？老二结婚，你不是还得去呢吗？对不对？妈也想去，妈就怕等不到那天。等得到的，一定等得到的。老三以后找工作、结婚都要用钱，女孩子开销大，妈给她留了4000块。你可不能跟老二他们说，他们又要说妈偏心了。不告诉妈，不告诉他们，啊。老四年纪小，妈想着用钱都是以后的事，就没给他存。老大，妈走以后，老四的事就全靠你了。妈，你放心，弟弟妹妹的事儿啊，我都管着。你放心。小辉，哎，我家杨勋从懂事起就没过上好日子，我对不住他，你能不能？杨勋跟我亲弟弟是一样的。好，好，
这句话，我就放心。我跟你说，老大，以后你一定要听你小辉哥的话，这样妈才能放心。听见了，小辉。哎。 杨巡他们兄妹几个，就拜托你操心了。不操心，你放心。这个是大勋让我捎给你的。替我谢谢他。你自己当面谢他吧。照顾好杨主任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谢谢你，小辉哥。去吧，我们走了。 你多保重啊！宋老师，我真是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杨巡这么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家境竟然这么贫寒。在这个小山村里，杨巡的家境算是很好的。我不到16岁便来这里插队，那时候我人小又吃不饱，干农活没力气。 杨主任就申请让我来养猪，那是整个村里最轻的活儿。我背不动猪草，杨主任就每天都过来帮我背一篓。那时候我成分不好，除了家里人，没有人会像他那么明公正道的对我好，我心里很感激。 但是人小脸皮薄，道谢的话说不出口。他还鼓励我读书，我偷偷的自学高中教材，他就让杨巡和他的几个弟妹过来帮我喂猪。没有他，我就不会有机会考上大学。杨主任是个好人。是啊，我能有今天。 离不开这些帮助过我的人。我想做的，就是尽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他们。只是很可惜，杨主任怕是等不到了。宋老师，这个就是你当初养猪的地方。
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咱们的高考成绩下来了。我们过了吗？反正我是过了。那我呢？我姐当初来告诉我成绩的时候，别提有多高兴。从这个小山村走到东海的大型化工厂，我用了15年。那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才走到今天，难道舍得放弃吗？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，从容地飞腾着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浪漫。宽广的大河，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。奔腾向前的大江，来自高山的哺育。和光同行，跌跌撞撞的摸索。和光同舞，奋不顾身的坎坷。和光同志，不为生命而来，不为低谷而去。你看那盛放的花儿，来自期盼的种子。你看那丰硕果实，来自耕耘的